今天带来国产新厂的恐龙勇士 DB01，合绘有点生化恐龙的味道，非常帅。除开本体之外，还有一个投影仪配件，简单两边分开之后可以变形。它在动画46集真假立场里面10分26秒出现，这个配件质感和还原度还是相当不错的。不玩的时候记得收纳回去保护爪零件。当你看到它头的时候，真的是太帅了，双眼都有 LED 透光，表情拿捏也非常到位，邪气中带有力量感。两侧肩膀垫度也舒服厚实，胸前垫度零件细节起伏也很还原。中间火种仓有单独涂装，可惜不能打开。考虑到完整度，这种个人已经非常满意了。嘴巴可以完全打开，里面的牙齿也是单独涂装的 ，LED 开关就在后脑部分。头部个人可以给到满分，大家觉得如何呢？整体上半身比例方面，头部比起动画故意有做小，可能是为了突出它的修长感。全身除了惹眼电镀之外，白色部分都是激光炫彩处理，有明显金属色泽。银色部分也足够深沉，金属感不错。整体身高在27厘米，重466克，对比 MP1 代恐龙明显更高，头部比例更小，身材也采用修长设定。个人觉得就颜值来说，这款恐龙绝对是高分作品。对比一下 TA 霸王龙，二者风格差距就出来了。恐龙甚至要略高一点，由于是不同厂家，比例不同倒是没啥问题。外观方面，从各个方向来看，完整性不错的同时，有较好的漆面处理，头部非常正，而且比例舒适。仅就展示而言，如果价格合理，个人肯定会非常推荐。不过这毕竟是有变形功能的玩具，我们来看看把玩方面它的表现到底如何。脖子和头部有关节，活动范围很足，肩膀可以平举到90度，由于内部有变形结构卡住，手臂侧关节只能举起30度左右，还是需要借助肩膀举起。二头肌可以180度平转，曲走范围略超过90度。注意内部零件把玩手臂时很容易脱开，整个前方位置都没有任何卡扣固定，仅靠后面的垂直插栓支撑。我们拉近看，这个卡扣上漆了，而且没有倒钩，加上卡扣下方是中空结构，这里受力的时候，由于塑料韧性会自然向内塌陷，加上漆面增加了卡扣厚度，所以自然扣上时很大几率无法一次固定。而前方这么大的空间竟然没有任何卡扣，这里的处理实在让人费解。解决办法就是把玩时用工具抵挡住卡扣下方，并且往外推，同时把白色往里怼。当你听到咔的一声，就卡住了。不过垂直卡扣受力加上漆面减少摩擦力，这里稳定性依然是个痛点。我个人建议把前方加上金属钩子，直接把下方咬合住，或者后方卡扣直接做倒钩，才能解决这个问题。这里已经跟厂家反馈了，正在整改。手腕部分可以180度旋转，每根爪子单独可动，整体没有看上去那么扎手，摸上去还可以。腰部可以左右移动一定范围，还专门做了弯腰，这里就犯了早期 TA 的错误，无脑加弯腰。上半身很重的情况下，弯腰竟然就是简单零件折叠，加上螺丝固定，厂家也是加上了很有韧性的材质，不会断裂。但随之而来的这种摩擦必然会导致松动，而硬材料又会导致断裂，可谓两边都是毒药了。明显的设计不成熟。我在 TA 这边的出版也指出过这个问题，后面版本终于修复了，没想到这里又见面了。拿到的几个兄弟都出现了弯腰过松问题，不过解决方法很简单，在弯腰结构旁边加上锁定卡扣，正常状态下不能弯腰就能解决。如果修正及时，并不是致命伤。腿部侧踢在45度，没有齿轮，站立时可能会想两边塌，这里厂家加强摩擦力就行。左边支撑力度还可以，右边样板关系有点松。向前是齿轮关节，不过臀部有明显干涉，不能往后。左右平转在根部，膝盖也是齿轮，150度左右，声音还挺清脆的。小腿和脚底是金属零件，可以左右接地，脚趾也能动。总的来说，晃动和不稳定会非常影响把玩体验，导致整个玩具给人松垮的感觉。可动范围来说，手肘90度，侧抬腿45，也远没有达到超可动水准。腰部完全是负向体验，尾巴的可动范围很足，同时造型也没有牺牲，这块表现非常好。总体来看，要摆出好看的姿势，目前样板还是很难做到的。从硬活动范围到关节阻尼感、支撑力，还有一体性层面来说，需要改进很多。目前把玩属于难受，然而当你把它正面站立时，还是会被颜值惊艳到。后背线条处理也很好看，头部能向下看之后，至少它在直立站柜时的表现，在目前第三方产品里面也是属于非常帅的，真是喜忧参半呢。接下来开始变形，首先将爪子变成脚的造型，两边都同样变形到位。拔下软胶造型零件，翻起小臂盖板，将手臂整个拉长，再旋转180度，这里一定要拉到底，再把展开的零件复位。将二头肌旋转180度，另外一边造型其实不一样，重新演示一遍。我最开始的样板就是这里面的小转轴断掉了，建议后面替换成金属零件。手臂部分变形完成，把内部零件解锁，
将肩膀电镀零件沿内部白色滑槽往下滑，这里需要一定耐心，切勿大力掰扯。滑到底之后，再整个向后旋转90度，卡到肩膀凹槽里面。这样一条腿就完整变好了。另外一边再来一次。熟记原理之后，整个腿部变形还是挺舒服的。打开管道零件，将白色面板折叠收纳，后面备用。沿着下方金属连接零件，将整块零件旋转180度到下方位置，这里一定要纵向用力，千万不要向外拔出，否则会脱钩断裂。厂家也是特意使用金属零件来规避损坏，不过这里转换时塑料还是有受力，小心一点为妙，一定要耐心。此时看到胸口电镀零件，一定不要直接往外拔出，这里目前是完全锁定的。我们看到这里有金属扣，要先解锁这个金属扣。此时胸口就可以操作了。将头胸零件整个移动到侧面，这里一定小心，不要伤到龙头电镀。同时还要移动金属连接杆位置，避免干涉，直到完全能看到龙头零件。这时解锁尾巴零件，整体向下滑动，向外拉出背包，里面还是金属双关节，可以大力拔出。注意保护电镀的同时，将背包旋转180度。解锁龙背造型零件，翻开里面的盖板，沿着双关节移动，拼凑出了龙形背部。这个时候头部完全没有干涉了，将它向上提起，这里面球形固定，有时候会拖出，不影响变形。白色零件沿着滑道向上提起，再旋转到上方来。此时腰部零件旋转90度避让，沿着滑槽把龙嘴向外推出，再向上通过卡扣固定。脖子部分已经到了极限了，没有伸缩结构，视觉上也不算太短。只是处理胸口零件，把白色零件旋转收纳。换个角度看看，所以这里完全有空间做挂钩，从而固定人形内部，希望能加上吧。把电镀件的连接件直接180度大反转，展开下方的片片结构，这里偶尔会脱开，耐心把玩。通过滑道卡扣拼凑出龙肚子部分，整块完整性还是不错的。此时来调整金属连接杆，你会发现推不进去，因为这里是活扣，但是有点公差，按不进去，可以用钳子压缩一下，保证没有空隙之后再往里面推，这样就变形到位了。此时结合上下方梯形卡扣，挤压两边，中间自然能到位。这样龙大概形状就出来了。将腰部尼龙件打开，腾出空间。解锁大腿盖板，打开之后腿部可以延长，此时整个向上旋转180度。中间有个锁扣可以固定住。腿部和身体也有长卡扣固定，这样就固定好了。另外一边同样变形处理，
玩玩具更多是追求一种快乐，不要着急变形玩。这跟拼高达是一个道理。这个过程虽然痛苦，但是也是最健康的打发时间、磨练心智的办法。特别是当你在镜头面前完成时，需要的耐心更多。当你拍了上千个变形金刚视频，你的心态自然就比较平和了。这款甚至都不是我遇到过最折磨的前5名。到位之后，胸口垫度和臀部也有卡扣锁定，背部需要简单折叠，跟尾巴挂钩锁定。此时检查一下内部金属零件是不是往回处于收纳到位状态，如果没有，就向内推动。在腿的结合处有2个卡扣，对应黑色和白色零件的凸起，往内对好之后，用力按下，听到声音变形到位。龙头有类似老玩具的前后移动，头部可以旋转，末端也可以上下。不要忘记旋转尾巴这边的造型零件，如果感觉转不动，可以热吹风加热一下再旋转，以免损坏。整体就变形完成了，各位辛苦了，感谢陪伴。脖子有点不举，这里建议增加一点摩擦力。从侧面来看，整个龙形身材比例非常协调，同时也修长，还原度挺高的。关键的腿部关节没有齿轮支撑，这里稳定性一定要加强。总体来看，这款玩具双形态颜值非常棒。涂装之后，个人觉得造型方面非常不错了。部分涂装造型与动画稍有出入，这个无所谓。变形结构总体还是与老玩具原理相同，四肢位移转换，头收缩到胸口，步骤较多，过于复杂。胸口竟然用尾插拔实现真假胸替换，这里显得设计经验底气不足。不过熟悉之后，还是可以轻松实现双形态变形的，不存在很绕的步骤。这款最大问题还是双形态关节稳定性和部分无厘头卡扣设计，人形侧面脱开非常影响把玩，腰部新增左右前后，反而让玩具松垮，显得画蛇添足。整个做工和选材方面还是比较良心。恐龙本身造型尖刺又多，倒角部分个人完全能接受。考虑到新厂新设计，个人还是挺看好它的后续的。不过对它来说，最危险的还是老牌 BW 厂 TA 也会在近期推出恐龙，必然会给玩家更多选择面。希望修改过后能给玩家一个满意的成品。金属变体恐龙除老玩具外，就是 DB01 和 TA 的版本了。目前还不知道 TA 变形设计如何。考虑到市场上恐龙勇士玩具的真空，老玩具又太小不还原，还是建议喜欢 BW 的朋友2款都考虑进来。而且有竞品加持下，2款价格应该不会太夸张，甚至可能有价格战，具体等消息了。后面会跟 TA 版做详细对比。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次见。Show Z Store, the best place to get your Transformers with the best price.